您好，这是静姐说花。今天咱们看着花来说施肥。关于施肥呢，我想从2个角度来讲。一个角度是理论上或者说理想状态，另外一个角度是实际情况，也就是我实际的施肥情况。如果条件允许，理想的施肥状况是最好的选择，但有的时候实际情况不允许，那也可以参考我的实际施肥的情况，因为我实际的施肥情况把我的花就养到现在这个状况，所以也可以做个参考。闲话少说，我们开始讲施肥。对了，还得再说一句闲话，有一些我知道名字的花，我顺便就把名字放在画面里了。好，我们先来说理想的施肥状态，每10天或2周浇一次肥水。2周比较好说，我们就按2周来说。这说的是植料盆栽的蝴蝶兰。在这2周的时间内，蝴蝶兰的根部由湿到干，也就是给肥水的时候，它的根部已经干了。在这儿见干见湿的原则也还是要遵守的。在给肥水之前呢，最好是先用清水冲一遍，然后再浇肥水。这样做主要包括2方面的好处，一方面是冲湿了之后的根再给肥水不容易伤根，另一方面是把盆里面有可能存在的不好物质首先冲洗掉，这包括有可能产生的酸腐，或者滋生的细菌，或者产生的肥害等等。同时呢，还要求环境温度适合施肥，最好的温度范围是18到28度之间。通风、湿度、光亮度等等也要在比较理想的范围之内。这说的呢，主要是根部施肥，浇肥水的时候也可以顺便浇叶子，也就给叶面施肥了。当然，叶面肥也可以单独来喷叶面肥。喷施叶面肥也可以大致2周左右喷一次。如果是希望植株长根长叶，那么温度最好在25度以上，也就是一天当中的最低温度最好不要低于25度，大致在25度到30度之间波动吧。白天温度要高一些，晚上可以低一些。白天28度左右，不超过30度就可以。在这个比较理想的温度区间内，给含氮量比较高的生长肥。肥水的配比大致参考使用说明，可以比使用说明里的配比低，不要比它高，这样比较安全。根叶长成之后，如果希望它出花芽，把环境温度调到21度以下，大概18度左右。这个时候用的肥是含磷比较高的开花肥。等到花芽出现之后，使用的肥依然是含磷比较高的开花肥，直到花苞开始膨大，就可以暂时停肥了。整个开着花的期间都可以不用施肥。如果是养在兰园的，这会儿已经拿走去售卖了。如果是我们自己养在家里的，自然也可以开始赏花，只需要保持大致见干见湿的给水，暂时停肥就好了。这就是大致比较理想状态下的给肥情况。但是在家里的环境下，先不说光、通风、湿度等等，光是一个温度就没有办法那么理想。如果再叠加上我们自己的时间，或许就更加的不理想了。那接下来就以我的实际情况为例，说说我实际上是怎么给肥的。当我的花比较少的时候，我主要用液体肥，尤其是最开始用的还是水培，给肥的频率甚至比2周还要更勤，每周甚至每天都可以给。简单来说，水培呢可以每周一个干湿循环，这期间泡一次肥水，给肥的频率就是每周，也可以每天往泡的水里少少的滴一点稀稀的肥水，那这给肥就是每天可以给。
后来花儿越来越多，水培的方式呢也被我放弃了。改成植料盆栽之后，最初也没有现在这么多，所以还是可以大致每2周泡一次肥水。当然，这是指温度比较合适的季节。随着养的花逐渐增多，泡一次肥水的工程越来越浩大，所以泡肥水就变得比较罕见了。当然，泡肥水不多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这个我等会儿再说。先说我不怎么泡肥水，那我是怎么给它们施肥的呢？当我的花比较多之后，我给肥主要依赖缓释肥，这其中最主要依靠的是烤干的香蕉皮。在这些兰花的盆里，每一个里面都有烤干的香蕉皮，少量的盆里有一些购买回来的固体缓释肥。这主要是因为我首先使用的是香蕉皮，香蕉皮已经用了很久了。用了香蕉皮之后呢，我发现效果不错，那我自然也就信赖它，一直使用它了，而且它使用起来又特别的方便。购买回来的固体缓释肥呢就不太方便，因为颗粒特别小，我盆里的植料又特别的疏松，那些缓释肥的小颗粒放进盆里之后，很快就四散逃逸了。有些是真的逃出盆了，有些呢靠的根儿特别近，还有可能把根给烧坏了。所以使用购买回来的固体缓释肥我就比较谨慎了。直到我买到这种装肥料的小盒子，但这种小盒子我主要是给户外的那些兰花用，剩了几个呢就给室内的几个盆里放了点儿，但不多，就几个盆里有，所以主要使用的固体缓释肥就是干香蕉皮。不过呢，泡肥水我也并没有完全不用，应该也泡过1、2、3次。具体是泡了1次、2次还是3次，这主要看植株具体的情况。给蝴蝶兰泡肥水，刨开我有没有时间这个问题，单从植株这方面来讲，有这么几个条件：一是温度要在适省范围之内，所以冬季比较冷就不泡了；二是花苞膨大以及开着花的时候不泡肥水；三是秋季催生花芽阶段，因为控水暂停泡肥水。那好了，我们来算算，冬季因为温度低不泡，春夏季因为花苞和花儿不泡，秋季要出花芽不泡。这么一算，这1年4季啥时候泡呢？在家养这个环境下，真的就只能是插空泡一下。插着这些空包括花谢之后，温度还合适的话，可以泡肥水。我一般是花谢之后，如果我有空，温度只要不是低到冬天那么冷，我会争取给它泡一下。这大致就是夏季的中晚期，秋季的早中夕。具体看这个植株花谢和下一次出花芽的这个时间段了。花芽出现之后，控水结束，可以泡肥水。这大致就是秋季末尾和冬天的早期吧，具体也要看出花芽的情况和环境温度。另外一个时间段是晚冬和早春，如果环境温度合适，花苞又没有膨大，也可以泡。所以您看，关于泡肥水，除了我有没有时间给他们泡肥水以外，因为家养环境的这种温度不可控，1年当中真正能够用来泡肥水的时间段确实也不算太多。所以呢，这就更加凸显了盆里放点香蕉皮的方便了。我可以不用管温度，1年4季盆里都可以放着香蕉皮，也不用去管它是花苞膨大期还是开着花，1年4季不论什么时间段，盆里我都放着香蕉皮。那这个香蕉皮用多长时间我才更换呢？通常是换盆的时候我才会给它更换。
因为那些香蕉皮放在盆面，直到换盆也没有完全分解完，所以也没什么必要太频繁的去更换。但如果说手里香蕉皮太多，又比较有时间，想要勤换也无妨。我的实际的给肥情况呢，虽然没有像理想状态那么的规律，但基本的原则还是遵守的。盆内的根呢，见干见湿，肥也不要太浓，所以是薄肥勤湿。这个薄肥呢，我给的肥水配比不会特别浓，所以是薄肥。勤湿就主要依靠香蕉皮了。盆内的香蕉皮分解也是比较缓慢的，也算是很稀薄，而且很勤奋的，每时每刻都在分解着肥。我给肥的方式对具体植株来说应该不是最好的，最好的方式自然是比较理想的方式，但就我目前的这个情况来说，也可以认为是最合适的方式了。这个最合适只是对我来说最合适，那对您来说什么是最合适的方式呢？可能还要您自己去发现吧。关于胡子兰的施肥就说这么多，那我们下期再见。